再来看干支五行图，在天干五行图，就天干和五行它是可以对应的。天干和五行怎么对应？你看，五行是木的时候，它就是甲乙，所以甲乙就是木嘛。然后丙丁呢，它就是火，甲乙木，丙丁火，戊己土，庚辛金，壬癸水。天干和五行它是可以非常完美的配合在一起。这张图叫做天干五行图，大家记住。我写了一个歌诀：甲乙木，丙丁火，戊己土，庚辛金，上有壬癸水在后，一气连生五代清。什么叫一气连生五代清啊？是不是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啊？水在生木，它就一气连生。再来看地支五行图，就不但天干和五行可以完美的配合在一起，地支和五行也可以完美的配合在一起。你看子在这里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就是这么一圈。子在这里是水，亥子是水，丑是土，辰戌丑未这4个是土。然后呢，寅卯木巳午火申酉金，寅卯木巳午火，辰戌丑未并为土，申酉金亥子水，纷纷然皆有归属。就是地支和五行它也是完美的，是各有所属的。你跟我是一家，我跟你是一家。然后呢，再看这个12生肖、12时辰、12月图。12生肖属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，这个都是子鼠、丑、牛，是吧？这个大家都会背了。这个12生肖它也是12时辰，就在子的时候，它是23时到1时，它不是12点啊。子时是跨了12点，子时是23点到1点。所以说我们判断日子的天干地支，判断日子的那个干支的时候，23点5分已经是第二天了，已经是另外一个子时了。你23点之前你还是亥时，23点之前就是11点之前你还是亥时，过了11点就已经是子时了，就已经是第二天的子时了。起卦一定要注意，你不要说哎呀我现在还在没过12点吧，我还在今天，不对，你过了23点就是明天，过了23点就是第二天的子时了。所以说古人说子时不起卦，为什么说子时不起卦？因为子时起卦容易搞错，容易把这日子搞错，所以古人说你不要起卦，实际上哪一时都可以起卦，无所谓什么子时还是非子时起卦，就是怕很多人会把这个问题搞错。然后呢，12月图，这个是子月、丑月、寅月、卯月，这个也是12个月，12个月也是这么走的，就是寅月、卯月、辰月这3个月都是春天，大家注意一下哈。寅月、卯月、辰月这3个月是春天，对吧？春天3个月，这叫孟春，这个叫仲春，这个呢叫季春。孟春，春天的老大，第1个月是属木，春天的第2个月是属木，春天的第3个月辰月是属土。4季春夏秋冬4季的最后1个月都属土。所以说为什么土啊它是分布在4方的，它不是说春天属木的都在东边，属金的都在西边，属水的都在这个下面，属火的在南边。它这个辰戌丑未土啊，土是分布在4方，辰月、未月、这个戌月、丑月，叫做辰戌丑未4个月都属土，就是每一个季节的最后1个月都属土。也有人说每一个季节的最后21天是属土，那我们不去管那么多，基本上大家现在都认为是最后1个月，这个大家要记住，属土的月份是在每一个季节的最后1个月。然后呢，看12月图，子月相当于农历11月，农历11月在这里，农历11月在子月，就相当于嘛，它会错开几天，11月在子月，然后呢12月在丑月，寅月就是1月，寅月就是正月。从立春到惊蛰是寅月，然后从惊蛰开始到清明又是这个卯月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。子月相当于农历11月，丑月相当于农历12月，但是只是相当哦，不是一回事儿啊。干支历的新年就从寅月的第1个节气立春那一刻开始，这个我再强调一遍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干支历的寅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从立春。立春不是一天，你立春你不能说某一天，它一定是某一天的几点、几分、几秒。立春是精确到秒，
我那天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，就是北斗星在转，北斗星那个柄啊，转到了正东的时候，它有一个时间嘛，就跟天上有个人在拨弄它，从北向东转到指向正东方的时候，那个就是立春，就是那一刻那一秒就是立春。所以有人观测就是看北斗星，北斗星是一种方法，就是我们看北斗星指向东边的时候就是春天嘛，北斗星那个柄啊指向南边的时候就是夏天。北斗星在天上是转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天图，这个后天图大家都要非常熟悉哈。后天八卦，你看春天立春在这里，立春完之后雨水完之后惊蛰，这就是寅月，就是这个24节气图，24节气图就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这么转的。后天八卦，这个就是24节气哈，我们不细讲了。注意，从立春雨水到惊蛰前是寅月，从惊蛰春分到清明是卯月，从清明谷雨到立夏前是辰月，寅卯辰3月都属春天。看地支五行图，寅属木，卯属木，辰却属土。春天属木，但春天末月却属土。这个刚才讲过了，就是每一个季节的最后一个月它都属土。同理，夏天属火，但夏天末月却属土；秋天属金，秋天末月却属土。然后呢，现在再来看，大家还记得我刚才提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五行在四季的那个万象休囚死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土旺？这个问题就可以回答了。四季五行状态表，刚才是之一，现在是之二。五行篇中的四季五行状态表中，为什么没有土旺、金相、火休、木囚、水死呢？你看，这个辰月就是土旺、金相、火休、木囚、水死。然后呢，未月、辰未、戌、丑，这个4个月，因为它都是土单令啊，这4个月都是土单令啊，所以说都是土旺，都是金相，都是火休，都是木囚，都是水死。土单令，水当然就死。但是大家不要搞错哈，辰戌丑未这个4个土不一样。比如说辰土，它是春天的土，它是湿土还是燥土啊？湿土。那么未土呢？未土是夏天的土，它是燥土。那么还有丑土，丑土是什么土啊？丑土是不是也是湿土？冬天的土，甚至还是冻土，对不对？它是北方最北嘛，它甚至还是冻土，丑土是冻土。还有个戌，戌是火啊，戌是火库啊，也是秋天的土，它也是燥土。就是土它有阴阳湿燥之分，有阴阳湿燥之分，这4个土各自都不一样。你比如说丑土，我们看到丑土的时候，经常会想到什么？想到监狱。监狱是不是阴暗的、潮湿的？监狱过去水牢啊，就是丑土就经常会想到监狱。看四季五行状态表之2，辰戌丑未4月正是土旺、金相、火休、木囚、水死之时。我们上一节课讲了五行的旺相休囚死啊，实际上在我们今后的这个断卦当中，没有用到五行旺相休囚死，但是用到了什么呢？用到了旺和衰。就如果是旺相的旺和相的这2种情况呢，都叫旺；如果是休囚死的，就叫衰。就是我们今后断卦看一个爻，它是有力量的还是没有力量的，就看它是旺的还是衰的啊。一般不要这个分成旺相休囚死这个5个等级，分成2个等级就够了。反正它是旺的，它就有力量，它就能够对别人产生作用。如果是衰的，它是没有力量啊。比如说这个爻子孙克官鬼，但是子孙衰，官鬼旺，它就克不了这个官鬼，就没有力量。虽然有克它的这个意愿，但是没有这个力量。这是旺相休囚死。那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说，在4季啊，比如在春季的时候是木旺啊，但是在春季的最后一个月辰月的时候，它又是属土的，它是土旺的。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，4季，这个是春季，这个是夏季，这个是秋季，这是这个冬季。在冬季的时候一定是水旺的，在秋季的时候一定是金旺的，在夏季的时候一定是火旺的。但是每一个季节的最后一个月，它是怎么样？它都是土旺的。好比有个故事说，有一个大师，有个清朝有个大师叫江永，他跟他徒弟出去散步，在江边看到一头黄牛跟一头黑牛，2个牛的体量都差不多，公斤级都差不多，2个牛在打架。
然后呢，江勇就问他弟子，他说：“你看看这两头牛哪一个会胜，哪一个会最后会大胜？”弟子说：“黑牛是属水的，黄牛是属土的，土是克水的，那肯定是黄牛胜，肯定是黄牛胜。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吧？黄牛是属土的，黑牛是属水的，水是黑嘛，然后黄牛是属土的，一定是黄牛胜黑牛。”江勇就说：“你说的不对，因为现在是冬天，冬天的时候土是衰的，冬天的时候啊，土是什么情况？土是囚的，而黑牛它是冬天，它是属水的，它冬天的时候它非常旺，它最后一定是黑牛胜黄牛，而不是黄牛胜黑牛。这个就是说，大家对于五行之间的这种生克关系，它在什么状态下，它当前是旺的还是衰的，一定要非常熟悉。在什么季节它是旺的，什么季节它是衰的，这个要非常快的就要反映出来，在断卦的时候非常快就要反映出来。今天来讲这个干支五行图。什么叫干支五行图？就是把天干地支和五行作为一图看。天干地支和五行，我们上节课讲到了，就天干地支五行八卦，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是各有归属的。比如说在东方的时候，在东方它有什么？有木，有春天，有甲乙，有寅卯。在西方它有秋天，它有申酉金，它有庚辛金。反正属金的两个就是天干地支属金的都在西方，然后西方又是秋天，所以说它这个是一体的。然后你看这个干支五行图，就天干，你看甲乙在东方，这个丙丁在南方，庚辛在西方，壬癸在北方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支它是寅卯在东方，巳午火在南方，然后申酉金在西方，亥子水在北方，就是都是相应的。然后木这个五行在东方，火这个五行在南方，金这个五行在西方，水这个五行在什么？在北方。然后呢，辰戌丑未这4个月和戊己土和辰戌丑未土都在中央，所以说辰戌丑未这4个土，大家一定要非常熟悉它们。这个4个土啊，我们今后断卦比其他任何地支都重要，因为它们是什么？它们是库。比如说辰是什么库？辰是水库，未是木库，戌是火库，丑是金库。这个新的同学可能还听不明白，今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库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说你找人的时候，他们入库了，你就找不到他，你无论如何找不到他。那他入库一定有出库的时间，你就在那个时间你就可以找到他。比如说入库了，他就生病了，他就卧床了，住院了，这个都属于入木，就是自己的很多本身具有的很多能量就发挥不出来了，入库了嘛，这个物资用完了就收到库里面，收到库里面就没用了嘛。这个等到学到后面的时候就知道，辰戌丑未4个土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是甲乙寅卯木在东，甲乙木寅卯木都在东，丙丁巳午火在南，戊己辰戌丑未土6者在中原，庚辛申酉金在西，壬癸亥子水在北。干支各自归五行，五行各归位，就是干支它是有五行的，天干和地支都是有五行的，这个大家一定要非常熟。天干和地支都是有五行的，而且五行是什么？五行是有位置的。过去可能大家都知道五行金木水火土，但是不知道五行是有位置的，这个一定要非常的熟悉。再来是八卦和五行，八卦五行干支图，就是干支和五行不仅可以各自的归类，然后呢，八卦和五行干支也是可以归类的。我们这里看就行了。你看这个震卦，震卦这个是后天八卦，后天八卦震卦在东方。后天八卦震卦在东方，然后甲乙木在东方，卯木在东方，春天在东方，这几个都是一家的。巽卦在东南方，巽卦就是什么的位置啊？长女的位置。我们说家里面怎么摆，名位怎么样相当？名位怎么相当？比如说名是爸爸妈妈，这都是名。那爸爸有爸爸的位置，妈妈有妈妈的位置，这就是后天八卦图。就是你一个爸爸，你在这里。爸爸乾卦在这里，你跑到坎卦的位置上去了。坎卦本来是二儿子住的，你这个爸爸跑到二儿子的这个位置上住了，那是什么结果？你住个10年，你家这个官司一定不断，官司就没完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天水什么？天水就是送嘛，天水就是送卦嘛。所以说爸爸无论如何不能跑到坎位去住，坎位只有二儿子可以住，其他任何人都不好。只有二儿子他可以住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，你看你震卦，你家里面长子
家里面长子住在正位上，住在东方是吧？二儿子住在北方，但是你长子考上大学了，走了，这个房间给谁住啊？二儿子去住，他一定要递进，一定要改变，不能够长子人的位置没有人住，一定要二儿子顶上去。你如果长女睡到妈妈的位置上来了，长女就跟母亲一样。为什么有些家庭长女为母啊？长女坐到妈妈的位置上，长女就跟妈妈一样。这个是后天八卦，然后后天八卦它又跟天干地支跟季节它是紧密关联的。然后刚才说了，这个就是这张图啊。八卦五行干与支，九方四季为何时？九方大家不要忘了，还有一个中间，还有一个中间中原中土是吧？它都属土的。皇帝为什么是皇帝啊？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皇帝，他为什么是皇帝啊？谁能够告诉我？就是因为他在中原啊，他占据的是黄河流域的中原这个地方啊，所以他是皇帝。那东方的那个地叫什么地啊？叫青地。这个西方的地叫什么？叫白地。南方的叫火地，是不是？龙狮火地。为什么有火有白地？这都是跟这个五行有关系啊。纳于一土，本前看，万有千变，己在之，就是各种变化都在这里啊。大家把这个图一定要非常熟的给它记下来，就是后天八卦。先天八卦跟后天八卦的作用完全是不一样。我们应用的时候都用的是后天八卦，先天八卦只看什么？只看序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这个序是由先天八卦决定的。后天八卦我们所有的应用，包括风水上所有的应用，都是用的后天八卦。比如说大家将来还要学梅花易数，梅花易数讲到位置的时候，都是用的后天八卦啊。所以后天八卦大家要特别的熟，离火在南，坎水在北，然后正路在东，这个兑金在西，然后父亲在西北，母亲在西南，大女儿在东南，小儿子在东北，这个一定要记得非常熟。其实建筑设计这几十年有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失误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概念。一个房子，你把老爹的位置给人家设计没了，把老爹的位置变成电梯的位置。啊，这都是很糟糕的一种现象，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民族啊，把我们自己的优秀的文化给扔了。我就见过一个朋友，莆田家里面，就是房子什么位置都有，就正卦没有了，正卦的位置、东方的位置没有了，就整个就踏了一脚进来了。没几年，大概长子就30岁不到就死了，这是很可怕的一种事情。就是说，你在这个屋子里面能够住10年、5年，你家一定会出问题。比如说。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的八字完全一样，这两个人哈，在同一个医院出生的，同一个医生给他接生的，这四柱八字完全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两个人在不同的家庭啊，都是这两个家庭的长子，但是一个在他自己的家庭里面，他住在长子的位置上，他的命运跟他住在别的位置，这个长子住在，比如长子住在次子的位置，住在这次女的位置上，他的命运，这两个人命运就会出现很大的区别。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八字命理啊，不能说它不好哈，就不能说它不准确。我自己也是非常热衷于知道，但是它会有 bug。就是我就问你，为什么这两个人会有这么大不同？他明明这个八字是一样的，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不同？那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说，你住的位置，你在家里面住的位置，这两个人住的位置是不一样。一个人是按照这个名位一定要相当，名就是名，位就是位，名就是你是哥哥，你是大哥，你是二哥，你是三哥，你就住在各自的位置上。你是长女，你是中女，你就住在你自己的位置上。他如果名位相等，他就很好的良性的这种发展。你如果名位不等，它就会出现各种的这个变化啊。这是八卦五行干支图。